今天我们将开启一个至关重要的两部曲深度分析系列。我们要剖析的是这份刚刚出炉、震撼了整个贵金属市场的重磅报告，由全球最权威的机构之一白银协会联合顶尖研究机构 Metals Focus 共同发布的2025年世界白银调查中期市场回顾。这份报告的副标题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白银市场活生生的记忆中最富戏剧性的年份之一。在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将扮演侦探的角色，聚焦于2025年白银市场这场完美风暴的表象和直接导火索。我们会一层一层揭开谜底，探寻引爆这场风暴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将一起见证交易所仓库里实体白银的大逃亡。我们将深入分析全球投资者的情绪是如何从犹豫转向狂热。我们还将追踪价格曲线，看看白银是如何一步步攀上历史之巅的。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贵金属交易员，还是想印证自己市场的判断，还是说想刚刚踏入投资领域的新手，希望寻找清晰的导航图，这集内容都将为您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直击风暴中心的视角。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到报告的核心内容。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报告的第2页开篇就掷地有声，他用5个要点为2025年这不平凡的一年画出了轮廓。首先，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担忧，导致大量交易者涌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要求实物交割。其次，一种被称为 EFP 的实物交割掉期交易量，其飙升程度甚至超过了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第三，全球白银实物交易的中心伦敦爆发了严重的流动性紧缩，白银的租赁利率，也就是借用实物白银的成本，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也是最直观的结果，银价创下了历史新高。最后，尽管价格飞涨，但全球对实体白银的需求，无论是工业还是投资，都出现了惊人的韧性。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些事件，我们看一下本页右上角的图表 CME 仓库库存脱离历史高位。这张图是理解实物挤兑的关键，纵轴是库存量，单位是百万斤盎司。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绿色的曲线，它代表的是 CME 认可的仓库里存放的可用于期货交割的白银总量。这条曲线在2024年底到2025年期间出现了一个近乎垂直的断崖式的下跌。报告特别标注了一个关键事件：流动性挤兑，超过5000万盎司的白银在短时间内从仓库被提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5000万盎司相当于全球将近1个月的矿山产量。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纸面交易了，这是真金白银的大规模转移。这表明市场的参与者们对纸质合约的信任度在下降。面对这种史诗级的行情波动，如何精准决策并控制风险，对于普通投资者是巨大的挑战。想了解我们如何应对这类市场，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本页下方的图表，伦敦金库持有量越来越多的分配给 ETP。如果说 CME 是期货市场的风向标，那么伦敦就是全球实体白银的中央银行。这张图揭示了一个更为隐秘但更加深刻的问题。绿色的区域代表的是由白银 ET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纸白银基金所持有的白银。橙色区域则代表其他用途的持有量，比如银行、精炼厂的周转库存等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24年开始，绿色区域的面积在不断扩大，而橙色区域则在萎缩。但更关键的是，那条深绿色的线，它代表排除掉被 ETP 锁定的部分后，
真正可以自由流动的白银在总库存中的占比。这条线在2025年急剧俯冲向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伦敦金库存虽然名义上还存放着海量的白银，但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只能是名义上在那里。他们的所有权属于全球成千上万的 ETP 投资者，是不能被随意挪用的。真正可供市场流通、用于银行间的交易、用于满足工业订单的活钱正在迅速枯竭，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伦敦流动性紧缩的直接证据，也是全球白银市场结构性紧张的深层体现。第3页的内容是对前一页观点的有力补充，他通过一张新的图表强调了美国市场在全球白银格局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张名为可识别库存 CME 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图表是一个堆叠面积图，展示了全球几个主要公开市场的白银库存。最下面的蓝色部分是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库存，中间绿色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面深绿色的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包括用一个醒目的红色箭头指出，在新冠疫情之前 CME 的库存在全球可识别总库存中只占 19%， 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戏剧性的跃升至 36%。 这意味着全球近40%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白银库存都集中在美国的 CME 体系之内，这使得 CME 的库存变化不仅仅是美国市场的内部事务，它的每一次变动都像是在全球白银这片湖水中投下一颗巨石，其涟漪效应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各国。那么2025年这场风暴真的是突然爆发的吗？第4页用2张极具冲击力的图表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市场趋势的迹象一直在累积。我们来看本页上方的图表，5年规模性的不间断的赤字。这个柱状图非常简单，零轴以上代表供过于求的盈余，零轴以下代表供不应求的赤字。请大家仔细看，从2021年开始，每一根绿色的柱子都深深地扎在零轴以下，而且一年比一年深。这意味着全球白银市场已经连续4年每年消耗的都比生产和回收的要多，而且这个缺口还在不断扩大。这好比一个家庭连续好几年入不敷出，只能靠过去的储蓄来维持生活。这个后果在这张2010至2025年累计库存消耗约 5.8 亿盎司的图表中得到了完美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体验。这张图追踪的是全球白银地面库存的累计变化。在2021年之前，库存还在缓慢增长，这条红色的线还在零轴上方波动。但从2021年开始，这条线就像是冲下了悬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瀑布，一路向下，深不见底。报告估算，从2021年到2025年，全球累计消耗的地上库存可能高达 5.8 亿盎司，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相当于全球近9个月的矿山总产量。正是这个数亿盎司库存的消耗，为2025年我们看到的流动性危机和价格飙升埋下了最深最坚实的伏笔。这种由于基本面驱动的长期趋势，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结构性的机会。那想知道如何捕捉这类趋势，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看完实物市场的紧张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衍生品市场的情绪。第5页的标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和 CME 期货活动增强。这里的图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 CME 期货交易处于健康水平，展示了2个全球最主要的白银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红色是上海期货交易所，蓝色是 CME 的主力合约。而那条波动更频繁的细蓝线是 CME 的微型合约。
我们可以看到，交易活动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显著增强，并在2025年出现了数个巨大的交易量峰值。报告特别指出，散户投资者的兴趣被极大的激发出来，这从代表1000盎司的 CME 微型合约的巨大交易量就能看出来。这说明市场的参与度非常高，无论是对寻求对冲风险的产业资本，还是追逐利润的投资机会，甚至是普通个人投资者，都在用真金白银为市场的未来趋势投票，共同将市场的热度推向了顶点。除了期货交易所交易产品的 ETP， 另一个观察全球投资者，特别是中长线配置型投资者情绪的重要窗口。第6页的标题是 ETP 在成交量和价值方面均创下了舒适的纪录高位。我们来看右上角的图表， ETP 持有量年初至今上涨 18%， 价值上涨 98%。 这张图中浅绿色的区域代表全球所有白银 ETP 持有的白银总量，红色则代表是这些白银的总价值。报告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10月，白银 ETP 的总持有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12.5 亿盎司，其总价值更是因为银价的飙升而达到了惊人的670亿美元。这背后是全球投资者的信心的体现。再看下方的图表，黄金和白银 ETP 均表现强劲。这张图将黄金和白银的 ETP 的增长进行了标准化的比较，以便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出谁更受青睐。代表白银的蓝线在2025年画出了一道陡峭的上扬曲线，远远甩开了代表黄金的黄线，一飞冲天。这清晰地表明，在2025年的贵金属投资领域，资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规模涌入白银，白银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它的老大哥黄金。所有这些因素，实体白银的稀缺，期货市场的火爆， ETP 资金的涌入，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创纪录的价格。第7页的标题简单明了，流动性限制和强劲的投资导致了创纪录的价格。报告用一组冰冷但极其说服力的数据，清晰地展示了白银在2025年的卓越表现。截至11月11号，白银今年迄今的涨幅高达 74%。 相比之下，同样表现出色的黄金上涨了 55%， 工业金属的代表铜上涨了 24%， 而曾经明星资产比特币仅上涨了 6%。作为股市基准标准普尔指数则上涨了 17%。 右上角的图表跑赢贵金属和部分基础金属，和下方的图表跑赢部分股票和加密货币，都直观地显示出，代表白银的蓝色曲线是2025年当之无愧的王者，其涨幅一骑绝尘。要驾驭这样的强势行情，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一套能够客观评估市场热度的交易工具。想了解我们是如何量化交易市场情绪的，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链接，了解我们的交易系统。白银的优异表现自然会影响到一个在贵金属交易中被密切关注的指标——金银比。第8页的标题是优异的表现拉低了金银比。金银比简单来说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多少盎司白银，这个比率越低，说明白银相对于黄金越强势。我们看右上角的图表，该比率已经跌破了80:1。在2024年，这个比率还在90以上的高位徘徊，但在2025年，随着白银价格的飙升，它一路下跌，甚至跌破了80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这标志着市场正在对白银的价值进行重估。更有趣的是，报告在下方引用了一张关于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图表，并指出，在过去疲软的中国经济常常会拖累白银的价格，但2025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存在中国经济的逆风，白银依然成为了表现最佳的资产。这深刻地说明，当前驱动白银上涨的核心驱动力
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工业需求的周期，更多的是来自其投资属性、避险属性，甚至是货币的属性的觉醒。第9页继续深化了对价格走势的分析。右上角的图表展示在关键价格门槛上建立了可信度，展示了2024年初至2025年底整个白银价格的走势。报告强调，这次上涨与2011年那次著名的但最终崩溃的急涨急跌行情有着本质的不同。2011年的上涨是一条近乎垂直的抛物线，缺乏坚实的基础，而2025年的上涨则更为稳健，更有章法，在每一个关键价格整数位，比如30美元、40美元，都进行了充分的换手和盘整，并且在每一次技术性回调都被市场上的买盘迅速吸收。这种走势建立的是一场强大的市场信息，向所有参与者都表明，这次的牛市基础更加坚实，逻辑更加清晰。通过对前面9页的深度解读，我们仿佛亲历了2025年白银市场上上演的这场完美风暴。我们看到了交易所库存被大量提取，伦敦流动性告急，我们感受到了 ETP 和期货市场的空前高涨的投资热情，我们更是见证了一切最终如何将银价推向了历史之巅。更重要的是，我们连续发现这场风暴背后是连续多年供不应求的格局在长期的发酵，最终量变引起质变。那么这个供不应求的格局究竟有多严重？白银的供应端到底发生了什么？矿商们是在竭尽全力增产，还是力有不逮？而它庞大的工业需求，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领域光伏、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又呈现出怎样一幅图景？这些驱动白银价值的核心基本因素是正在加强还是减弱？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集，也就是本系列的第2部曲完结篇中为您深度揭晓。我们将一起深入白银市场的引擎室，从供应和需求这2个最根本的维度，彻底搞清楚这场危机的根源，并展望未来可能的路径。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集精彩的内容，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